這一期是挑戰系列的第3期。開始前一樣疊一下 buff， 以上都是我的胡說八道，沒有任何技術含量，純分享。其實這一次定的挑戰是陳博沈不夜老師的，但是很明顯我失敗了，我感覺我連一般的 Splash Art 的同人图水平都沒有。fuck， 有點太過高估自己了，應該直接用現有的角色設計，這樣應該可以更加的專注於風格的畫法研究。所以這一期與其說研究波波老師的風格，還不如說我只是在 Splash Art 的門口探了探头。真的太遜了。那就開始吧，還是要分享一下我究竟研究了什麼。那我主要看的是波波老師和潘大的圖。因为都是拳头的首席畫師嘛，而且是比較知道的。分析的話，我就能看到什麼我就說什麼吧，我也不是專業的，純分享，我樂色畫師罷了。那我們就來看看素描關係線。顯而易見的是，這種風格是非常寫實的，而且一些質感也是很注重，例如金屬。這張圖的金屬是真的西北誇張，就是那種肉眼看都感覺非常有重量，細節滿滿，光影細節也是很棒，就是很屌就對了，100分，我給100分。據我觀察呢，波波老師的圖會比較偏灰，就暗的地方它不會去到黑，反而這樣會有一種膠片的感覺，我不清楚。潘大的圖呢，對比就會比較強烈，我覺得可能跟遠近關係處理的手法不一樣，有一點點關係，不懂啊，亂說的。再看看構圖，我感覺這類的構圖就是會很注重前後關係，然後一些有氣勢和故事性的動作，像前後關係呢，都會有好幾種做法，有把特效飛向鏡頭的，有把武器飛向鏡頭的，也有那種人體的大動作伸向鏡頭的。那就開畫吧，還是經典環節人物設計。因為今年是馬年，我想着連賀圖也一起畫了，有馬的主題。我想到了一個英勇的女將軍，我就在想要畫什麼風格的。好像東方風格的話呢，我其實也畫的蠻多了，但是西方的風格題材我其實畫的蠻少，所以我想着可能可以挑戰一下。然後我就刷到了這張圖，我的第一印象就是想畫那種盔甲比較少，會露出皮膚，而且皮膚是那種非常白皙的，英勇又優雅的女將軍，又有點公主氣質。白話點就是一個公主的形象，拿着劍衝鋒上陣。然後頭髮呢，我就想着給她留個紅色頭髮，因為紅色也代表炙熱嘛，也比較符合英勇的這個設定。然後還有一些比較現代剪裁好看的設計，我也想要作為參考，反正最後也沒用上就是了。然後這就是我的設定，就很普通，沒什麼看點。然後開始畫草稿，一些馬的參考。其實我也是想給馬來一點動態的，但是也是沒用上。起了4個草稿，有比較小仰視常見的，有偏正面構圖的，也有偏比較動態的，還有大仰視的。那我選的就是這張比較小仰視的，我感覺這一張比較能清晰的看到人和馬。然後就開始上色吧，就顏色跟它搭上去，然後一些光影什麼的先定一下，然後就開始定一下臉。我注意到波波老師畫臉有幾個特點，就是眼睛的這一塊都會做的比較亮，而且顏色偏冷，還有就是嘴唇邊緣會比較實，而且嘴唇嘟嘟那裡都會上高光，筆翼的外圍也會，整張臉就會顯得很硬朗立體。然後是我畫的，爛透了，就不看過程了。我發現好像沒什麼含金量，來說說我 get 到了一些點吧，像是一些金屬的畫法什麼的。左邊這種呢，我就想要畫出它花紋的這種感覺，然後右邊這種呢，就是那種黑白交錯的筆觸，會讓整個很光滑的金屬顯得細節很豐富。當然，這些都是建立在你對立體結構有足夠的了解。我自己這裡呢，只是一個死板的畫法，還是要多思考。像我注意到這種花紋的畫法，就是用亮色勾勒出花紋的輪廓，而不是用重色去畫。而且我這次基本都是用噴槍作畫。然後這裡我就會用亮暗色交錯做一些素描線，做完後可以用類化工具再稍微提亮，效果就會很好了。還要更加多變的話，可以加一些重色，做一點點線面的元素。但這些都是錦上添花的效果。如果你前期的工作沒有做好，就搞這些，其實只是在一坨屎上加細節，就像我一樣。然後接下來就來看看前後是怎麼做的，或者說你要弱化哪裡，要讓觀眾看哪裡。以這張圖為例子，我們注意看後腿，還有右邊的手，可以看到這個做法是不一樣的。客觀的說，後腿是因為在暗處，整體的對比變低變暗；右邊的手在後方，後方的環境比較亮，所以對比就變低，然後變灰，甚至它的法杖是金屬材質，高對比了也變灰了。但是我們再看看這個例子，也是相似的情況，但是處理方式不同。可以看到老師只是放掉右邊手的部分，並沒有把武器放掉，但是前一個例子卻是放掉武器。厲害的畫師是可以自己選擇畫面取捨，也有這種不是光影，可能是特效或是什麼元素遮擋，變成低對比。
我也不確定我說的對不對了啊。然後最後再給自己這次挑戰一個總結。我自己屬於會想辦法偷懶的畫師，所以這種要把每一處都交代清楚的畫法，對我來說是非常吃力的。我可能畫完一個人物已經元氣耗盡了。這張圖我覺得身上的花紋還行，但是很多開始時有的飾品什麼的全部被拿掉了，因為感覺畫不完，所以顯得整個畫面都很空，整個人物也很空。像馬的盔甲也是沒有好好設計，就是一個破銅爛鐵套上去罢了。其實整個氛圍是想要做到那種很神聖、有聖光照下來的感覺。至於一些前後的取捨呢，我也試着做了，就是最後停筆的時候，也試着把整張圖的對比拉低，模仿波波老師圖的感覺，但是好像模仿了個寂寞。總結就是挑戰失敗，失敗中的失敗。最後再複習一下上一期學到的秘籍，果然還是這種自由的畫風適合我。好，就這樣吧，這個視頻就到這裡了，希望不能幫了你們。Peace。